事大爆卦，大家一起来解卦。观众朋友午安，我是周玉琴。现在呢，我们已经有政府的高官都怕自己变成防疫的破口，所以自主管理14天呢。这个人是谁呀？好，原来呢是我们的客委会主委李永得。李永得呢，因为他有接触过跟这个澳洲音乐家共同合作的乐团总监，所以呢，他决定要采取高规格的自我防疫。但是这个病毒啊，你知道是非常难防的。我们要来看看这个音乐家他呢其实还开直播他还谢谢台湾他也还原了在台湾还有他回去澳洲整个就诊的这个经验，结果呢，他都是这样，没有发烧，结果就被当成是一般的感冒，是支气管发炎，所以呢都没有做筛检。那么轻症没有被及早这个揪出来，当然你就无法及时的去验新冠肺炎病毒啦。在台湾的防疫呢，其实是备受国际的肯定，而我们采取了口罩实名制，是领先全球。但是现在呢，你知道要口罩实名制2.0了，甚至还可以上网购买。可是针对这些措施、新的做法，药师却有很多的意见。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连线到药局来了解，到底他们有看到什么问题呢？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国际的疫情持续在延烧，是不是真的迟早要烧回台湾来呢？所以交通部长林佳龙，他说考虑要发给来到台湾的外国人欺骗口罩，请问这样是不是真的就能挡得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一一的讨论。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几位来宾：政治评论员王峰峰哥，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前卫人市长杨志良。主持美女，各位观众，大家好。谢谢署长。好，继续再为大家介绍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还有刚才及时赶到的市议员王世坚。玉琴好，大家午安。还有欢迎辉文。大家可以。好，来观众朋友赶快来看看现在我们有高官都很小心小心翼翼来自我防护，谁呢？我们的李永得，客委会主委李永得，干嘛那么紧张，这么小心呢？其实还不是跟这个确诊的澳洲音乐家有关联呢。先说我们的客委会主委李永得，他为什么要采取自主隔离？而且今天他本来应该要在立法院的，但是居然还缺席了立法院要审查纾困预算的会议这么重要的会他不来，副主委来代打，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有间接的接触澳洲音乐家。怎么说间接接触，没有直接接触呢？大家知道，其实主要就是因为3月1号、2号这客委会呢有个参访活动。参访活动呢，其实澳洲音乐家是没有来，但是来的呢是有跟澳洲音乐家接触的那个乐团的总监。乐团的总监有接触，所以当然要小心，要紧张一点。因为呢要求谨慎，所以客委会主委他就自主管理14天，甚至这报道都传出来说，他跟妻子邱意莹选择要先分房睡了。大家要知道，其实他们都是什么？都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哇，不得了！你不小心可以吗？哇！这如果真的是有怎么样的话，代志不就是大条吗？来请教一下世聪，你看客委会主委李永得非常小心现在是自我管理中对，当然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目前的整个这个疫情来说，以台湾来说是控制的非常好，但是你可以注意到现在的疫情转往哪里？欧洲跟美国都在大爆发的状况之中。那尤其是这个目前欧洲包括意大利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这个366人，真的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我们这个陈时中部长也预言说，我们台湾要进入第2期的这个感染，可能要大爆发，尤其是要防止来自于欧美这一块。那当然啦，既然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这么危险的时候呢，当然你接触过可疑人物了，你可能都要当面的这个要自我管理。像今天这件事是这个李永得，因为他之前跟这个我们的乐团总监有碰过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澳洲的这个音乐家，他回到澳洲之后，这个已经发病了嘛？那发病目前我们目前在清查所有跟他有接触过的，包括有部分的老师或部分的乐团的成员都已经在
自我隔离之中，是，甚至我们目前原本的我们这个国家音乐的这个我们国交响乐团本来也要出国去这个巡回，现在也都停止了。所以我觉得就目前的情形来讲的话，我觉得宁愿是大家更小心、更谨慎一点，来因应目前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状况。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台湾的所有的防疫动作都被讲得非常好，各国都有赞赏我们目前的情形。所以我觉得，以目前台湾的这个防疫来说的话，是宁可更加严格，也不要这个漏医。万一出现了这个所谓的破口的话，那的确对台湾的整体医疗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压力跟影响。是，来我请教一下署长哈，因为呢，刚才我们讨论客委会主委李永德，他采取自我的管理、高规格的防疫啊，但是呢，他不是自我隔离哈，不是说那种足不出户的隔离，他自己有说，他还是有到客委会去办公，但是全程戴口罩，少接触同仁，人多的立法院呢，这种地方他避免出席，所以他才没有参与今天的立法院的会议。那么呢，还好有一点是说，最起码他呢现在知道的是说，乐团的总监有被验出来是阴性，好，所以如果是被验出阴性的话，是不是警报解除了，他真的就可以不必再这么样的小心，是这样吗？它是个这个非常高规格的这个防疫啊，因为它不是跟这个澳洲这位音乐家有任何的接触，他是这个指挥呢是有跟这个澳洲的这位音乐家接触，所以他是间接的。对。那这样子小心当然是好了，不过我讲句开玩笑的话，好不好？他不想去立法院，因为我当过署长，我当过政务官，知道这些官员呢最不喜欢的就是能够不去立法院最好。这是开玩笑啊！我还是这个觉得他应该这样子啊。那么至少他要小心的高规格防疫是值得肯定的，肯定了啊。不过是不是借机逃避立法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讲这个作为一个政务官前政务官的心情。是，不过署长啊，我请教一下，因为他是3月1号、2号是等于间接的接触，因为他有接触到那乐团的总监啊。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啊，大家回想一下，那澳洲音乐家的这个事情，指挥中心发布是哪一天？是星期4。哦，那就是说，他等于是说，他在这个中间有隔了个几天。那他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第一时间他听到这件事，他紧张是因为他有什么？他有去行政院哦，然后呢，还有到立法院，还有行政院院会，所以他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闪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伊朗那样子哦，结果所有的1/3的这个国会议员，还有这个副部长，还有这些高官。那这个一定要小心。所以呢，我觉得立法院开会啊，那上面坐满了各部会的首长，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位置啊，可能要调整啊，要调整。还有每天那个擦拭啊，那个桌椅啊，因为那个口罩不是重点，是这个接触的感染是重点啊。那么这些都应该要小心。你是说摸到这个桌子啊、对，只要有一个个案的话哦，因为你看那个。伊朗的这个历史啊，还有像日本上次差一点，对不对？对。哦，还有像美国，对不对？也差一点，对不对？是。所以这些政要啊，要特别小心啊。那么因为这些政要如果有人中标，特别是集体的中标的话，那对国家的管理营运是变成一个大风暴，所以还是这个小心一点。我不知道现在立法院怎么处理，是不是每一次那个立法委员是坐下面，是那各部会首长是坐上面，那都比这个还近啊，都是挨得很近，所以他们这个要怎么处理？我觉得。这个时中部长可能要考虑一下，这样子，重新做一些调整哈。对，是。不过刚才我们谈到，那就澳洲音乐家来说，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这个音乐家他有去就医，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将来啊，等有机会来谈的话，对，就是我们第一线的这些开业医啊，对，要有一个疫情指挥中心是。大原则，实际的操作，比方说现在，最严谨的诊所是说，你们不要到候诊室来等，你们在门口，对，用椅子排在那边，你1号、2号、3号，好，然后呢，一有这个问这个旅游史，好，但现在
这个只要查卡就有了。对有一点症状的，那要怎么安排？是不是有小黄特别安排小黄车子把他们送到这个比较大的医院可以做筛检的因为这个筛检要花时间、要花钱等等。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希望有破口，这个都需要。我们叫 simulation， 要做模拟。好，署长，希望将来要做一点事情。这个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疗人员该怎么做哈？等一下，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环节，我们会一一的讨论。不过就刚才来讲，其实现在呢，连高官都要小心了。这可见的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拉警报，真的就像我们之前陈时中部长他所提到的嘛，第一波你说过关，但是第二波呢，接下来你防得住吗？你挡得住吗？那么甚至如果说像是澳洲音乐家像类似这样子的例子再来，那当然是你经不经得起考验啊！我想请教一下辉文，这恐怕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说照我们客委会主委他所提到的说，其实他在不知道的那个期间，他已经去过了好多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行政机关呢。那你说是不是真的？这病毒很难防呢？玉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是有规定的。那因为这个澳洲音乐家他自己拍的直播。他也承认是他，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他的画面跟他的名字，这个就跟我们的法律无关了，但我们不是要去批评他，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对，他染的病，然后来我们这边演出，然后又回到澳洲去，但是观众朋友们就想想看，这个整个流程，就是这个疫调的这个流程，到底有没有需要检讨改进的地方，就搞了半天，这位澳洲的朋友，他到我们的诊所去就诊，是啊，他根本没有验啊，这根本没有验，不是验不出来，是根本没有检啊。对啊，他就认为你就是单纯的咳嗽啊、流鼻水，然后就处理掉的哈。那在这个澳洲的朋友的这个个案上面，有没有种族跟国籍的问题？刚刚世忠兄讲得很好啊，现在重点是欧洲跟美国，已经不是大陆，大陆确诊的每天都在下降，然后南韩跟意大利是一直往上升。那这样情况下，我们澳洲朋友来，我已经咳了啊，你问我有没有咳嗽，我还跟你讲我有咳嗽，他也没隐瞒啊。然后在彩排过程里面，他一直咳啊。那你们这些，我也不是要谴责那些交响乐团，那你们都没有人家戴口罩吗？你们都没有人口罩给他吗？或者说劝他赶快那个吗？这如果今天是一个大陆的朋友来，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标准说啊？你就咳一咳，你可以诊所框的遵守。我看可能是不会啊。我猜可能会对一些不同的。你是大陆来的，所以你这个你是不是湖北武汉的啊？你澳洲来的，你咳一咳啊，咳就咳了，还跑去观众席坐。所以这个东西我再度强调，不是谴责这位澳洲的朋友，而是已经发生了。好，那我们现在防疫。好，看到欧洲的状况，看到这个说这个意大利这个昨天宣布封城哈，对，它这个封城哈，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封城跟湖北的封城是不太一样的，好，当然也跟意大利的国情有关，它不是全部封，它就北部几个重要的城市封，而且它的封城的这个状况呢是比较柔性的，好，到今天你还是可以离开这个米兰。好，来辉文，来我们先看一下哈，现在目前这个指挥中心正在记者会，来，题目比较少，好，那我们今天还是维持这45个确诊的案例哈，并没有增加。好，那出院的也维持15人。好，那另外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几个，像菲律宾的案子哈，或者像口罩实名制是不是有一些变更？好，那口罩实名制这部分基本上有一个方向，但是还没有确定那我们今天下午做了一些相关的测试之后，那可能明天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报告。好，那这以上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那大家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部长好，我是杨广。我这边想要关心的是一样，上次我有问过长照机构的一些照护的问题现在假设我们在机构里面如果有长辈他需要被隔离，该机构如果没有这个隔离的能量的话，是不是远比其他的案例就会强制安排他到检疫所？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他有能力的话，是不是在预算上会有特别的经费来处理吗？好，以上两个就是在技术面的管理上如何协助他们？谢谢。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长照，已经在拟了一个长照机构哈。如果万一真的有发生病例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好，那其实每一家的机构的情形并不见得一样。好，所以说现在在做这些的盘点，然后再依照每一家的这种情形来做安置。那也不一定说一定就要安排到那个集中隔离的场所，我们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场所。那有些地方呢，是不是能够接纳来收容？那当然也要做适当的分流了。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凤凰卫视提问，那个部长刚刚有提到说关于口罩2.0哦，那虽然说是方向还没有正式确定，但是因为行政院长今天已经说了，就是可能是网络购买、超商取货的方式，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大概可能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另外说压力测试，大概现在就是考量的点是什么？就是测试的点是什么？可以帮我说一下吗？基本上大概就是用来开启另外一条用在网络上面来做订购这样的一个方式，大概是已经确定的了那最主要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以往在订购里面大概对于上班族这边，因为可能因为在上班的时间不容易来排队。所以那边的购买量相对的比较低，所以想开放这样子网络来订购，让大家就直接网络订购，那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那事先有一个安排，那这样是不是可以疏解到上班族排队的压力？那至于取货当然是超商是一个被考虑的点，但其他的点也不是完全都放弃了你好，民事提问。上午指挥官有受访，有提到这个好，这个口罩实名制2.0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教一下这个第一线的药局哦。那么现在呢是说，到底是不是可能在药局的部分，也不见得会认为说他们的压力可以因此获得的疏解，甚至反而觉得更有压力呢？还有就是在刚才还好，今天还是维持在45例，并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啊。这是在现在指挥中心持续进行中的记者会。等一下还有最新的一些重点，我们再为大家来做插播。那么回到在刚才我们所讨论到的这个澳洲音乐家虽然说现在回去了，也在隔离中，也在治疗中，可是他却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那么呢，他当然知道了，他说，哎呀，我也知道现在这个肺炎很麻烦，所以他在台湾搭计程车，在饭店等密闭空间内都有戴口罩。可是事实上呢，陈时中部长却明明白白的说，因为他们都有去调相关的录影带去查看，结果发现其实他大部分呢时间都是没有戴口罩的。哎呦，音乐家怎么这样子，好像是狠狠的被打脸了呢？好，但这是不是也代表着说，其实我们在防疫的部分把关相当的严谨呢？但你回来看，你说真有严谨吗？严谨的话，那怎么会说第一时间他在台湾的诊所，那么他呢，其实他也去看了，可是问题是把它当作是支气管轻微感染，也就是像一般的好像支气管发炎，然后呢就没有去做新冠肺炎的筛检呢。现在不是防疫都带大作战吗？可是，在耳鼻喉科这边却没有让他去验，所以就漏掉了。然后你再回头看，第一时间在机场也是漏掉啦，因为呢他没有发烧，所以重点来了，没有发烧就不用筛检。你说这不是问题，什么是问题呢？来请教一下署长怎么看？所以这个我们说挂一漏万，现在反过来挂万漏一，挂万漏一，所以一定会有，所以也不要那么紧张，我们不可能完美。我这个已经写了很多文章，也讲了很多次，你再怎么严谨，还是会发生。那最后呢，我们当然很幸运了，现在没有大规模的社区感染，但是呢，要能够完全挡得住是不可能的。你在百密有一疏，不是？那现在赶快改呀！现在可以改吗？没办法改，你再怎么严谨，总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第一线的，现在举个例子来讲，这个诊所要不要关门？这个医师要不要隔离？对不对？这个都要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定好一个 SOP。是。那应该隔离了吧？不是，有接触到确诊的病例啊。那我举个例子，这个诊所是不是要停业？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啊。那如果他要停业的话，以后的诊所呢就更加不愿意去
做这方面的报告啊。所以我举个例来讲，现在呢，所有的医疗院所的就诊的人数大幅的减少。这个我要关掉。哎呀，这个署长很忙哦，那个大家都来跟你咨询了。我是想说啊，像我们 SARS 的时候啊，就讲说好，这个第一个医疗院所医师人员的他的负担、他的作业成本、他的压力都增加了，是对不对？但是收入减少了，那怎么让他们愿意将士用命？那 SARS 的时候是说好，你这个医疗院所，你去年同期，你的收入多少，我就补你。对。但后来没有真正的补，所以有些人就怨声载道。是。好，你了解他的压力增加，他的作业成本增加，对，但是他的收入减少。那我觉得，一个办法就是说，好，我们根据过去几年或是1年，你以前是收入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不能照今年的算法。然后呢，你要关门的话，我就照以前同期你是多少钱。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都愿意。他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后顾之忧，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支持医师人员、医疗院所。那这个如果破了就麻烦了。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耳鼻喉科他怎么处理。不是对，所以啊，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所以现在马上他们要有标准。我们刚刚讲的好几关嘛，第一个你在机场的时候，对不对？比方说他已经说他有咳嗽的症状了，而且他不是只有咳1天，那难道不能够直接的去做筛检吗？而且呢，我们入关的时候就要填那个表，记不记得？他有填。现在所有的人都要填，那填的话，我们的这个有没有打电话去追踪，有没有去关切？因为他们都要留电话号码。对，所以这个都是整个过程呢，我们可以不是说什么地方不对啊或怎么样，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进一步看看我们现在的 SOP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漏掉。是，这是最重要的。对，举例来讲，像世坚议员，你知道这个其实机场很重要，对不对？机场的第一关的把关这么重要，可事实上他就算是填了这个咳嗽，但是他还是没有验，这已经是第一关没有揪出来嘛。然后再到第2关，他其实是隔了几天他又去看医生，有没有打电话去追踪他？因为他对，就是那个是后续嘛。那诊所的部分，诊所一样啊，因为诊所其实他都已经是来看病了，而且也是咳了好几天了嘛。你想想看，他是23号入境，27号去看耳鼻喉科，都几天了，算得出来嘛。所以呢，如果这个医生他是很重要，他在第一线先做诊断，结果他的诊断的情况是支气管轻微感染，支气管感染发炎，而且还是属于轻微的感染，而且关键重点来了，他没有发烧，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做新冠肺炎筛检。那你说这种类似的案例多少啊？很多啊！到诊所耳鼻喉科看到的很多都以为说你就是感冒，你就是支气管炎，然后你又没有发烧，我干嘛要验呢？我干嘛要去做筛检呢？那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生的话，澳洲音乐家绝对不会是第一个案例啊。对，疫情如果往恐怖的方向想，还有更恐怖的，甚至有的没有症状哦，不但潜伏期长，不止14天，不止24天，甚至完全没症状哦。那我们台湾，比方说，我就以台北市讲，台北市一天有咳嗽、流鼻水、有那种打喷嚏的症状的，一天大概1万位以上。所以我们没办法，我们国家的整体医疗资源，全世界我想没有一个国家有办法说稍微有症状就要做新冠肺炎疫苗去检查，可能都没有办法。不过刚杨志良署长讲的很对的一点就是说，那这个小诊所该不该就是说修整？那怎么补偿它？我们这一次政府的纾困条例已经很清楚明定，对这个小诊所，那不管他是不是有确诊出来，或者有已经确诊、曾经去过诊所的，确实我们依照那个情况会请诊所要修整。那他休业的这个期间，由政府比照往年他同时期的收入多少，政府会补助他们。因为这一方面就是让诊所他不要损失，二方面也希望诊所不会成为有任何隐匿或者轻诊的这样子的破口。那事实上，我们这个诊所其实很优秀，我们台北市全国的基层医疗诊所其实很优秀啦。事实上，这一位澳洲籍的音乐家其实不是小诊所医师看他
的轻微的症状而已。其实当天啊，跟他一起在密室演练的这个我们 NSO 国家交响乐团的同仁哦，对，其实他们也很多人没有去感觉到说他咳嗽或者是说怎么样。那我们台湾社会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社会，这一次会发生。就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家交响乐团其实看他咳嗽有提供他口罩，但是我们热情好客嘛，我们就想说啊，来假是客吼，那就主随客便。那因为老外都比较热情嘛，尤其他是演奏家，他当然演奏是希望说，他就是能让观众可以看得到吼，所以他当然就很热情之下，他也没有去戴这个口罩，所以才发生这一点小缺憾，导致。我要讲李永得主委，我认为李永得主委后，他谨慎小心是对，但是毕竟第一点他是间接接触，对，第二个他接触到的这位我们那时候的音乐总监，其实他已经验出是阴性了，是啊。第三个你要自我要求高，你要自主健康管理 OK， 你不去爬照 OK， 但是你要尊重立法院，如果立法院开议。你身为主官，你是部会首长，你该去就要去。当然啦，法律上你可以请假啦，或可以有副主委代理。对。可是大家知道啊，副者应付也啊，你派副的去应付，我觉得这不好。我觉得尊重立法院就是尊重全体民意，那不要用任何的理由当借口。我觉得这个都不好。你要自主健康管理，那你自我去提升。你的健康的这些习惯，对，但是还是要尊重国会。但是你不要，如果是公家的行程，立法院排定的议程，我认为应该要尊重。自主健康管理是在这3大类的里面啊，最轻微的啊，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自主健康管理一样可以出门，一样可以参与活动啊。只是你是要早晚量测体温，只是你要多注意你自己身上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只是这样而已嘛。好，休息会先进广告，我们稍后回来，很多话题。节目的现场，我们就继续来谈谈哈。其实我们在防疫的部分真的是做得非常仔细啊。仔细的部分，刚刚就是我在说，现在呢，这个澳洲音乐家他不是在开直播吗？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他也有说什么，他有戴口罩哦。戴口罩的时候，包括有在计程车啦、饭店啦、去餐厅吃饭啦等等密闭空间，他都有在戴口罩。可是问题是，他有没有戴口罩？画面全都录了。而且这画面居然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他还会去一一的去做检查比对耶，看看这个音乐家他到底有没有在戴口罩，你说是不是很仔细呢？结果你看陈时中真的还打脸他，他说我不知道你在飞机上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录影带可查，但是至少我在了解相关录影带之后，我发现你大部分的活动你根本没有戴口罩啊，所以。真的，这个音乐家到底说了实话没有啊？陈时中立刻打脸啦。好，那但是此外呢，大家要看一看现在这指挥中心，它其实针对其他的国家说我们带源，我们的台湾人造成他们的感染，他们的群聚感染。你看这个很在乎哦，所以也仔细的去比对那个病毒基因体定序出炉，这个特别去做检查。你看。埃及旅行团他们不是有12个人有群聚感染吗？结果呢，我们台湾有一个60多岁的妇女就被说成，哎呀，都是我们这位妇女害的，是她造成感染的。怎么能这样的指控呢？你要有凭有据啊！所以我们的指挥中心，那么他呢就后来就给大家看他们的报告，告诉你说，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研究团队，然后呢，我们第39例也就是他们所指控这个60多岁的妇人，她的病毒基因体定序其实与台湾的病毒序列差距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其实你去比对那病毒以后，你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不一样的话，你怎么能说是他带源，他造成感染呢？所以指挥中心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境外感染。所以这个事实上也厘清了这个他们的指控，他们的误解，这一点是不是也是很重要？会问。玉琴，我们刚看疫情中心的这个记者会，已经连续3天零确诊，这个当然是好消息啊，连续3天都零确诊。那我们每天检验的目前能量大概是600到700之间，这个是周署长
这个公布的哈，那是每天都做，因为我们知道韩国它每天验的是8000。好，那我们一天只有600到700。那如果每天都做，然后连续3天是零确诊，这当然好消息哈。但是刚刚你提到的澳洲部分，我还是有意见哈，因为我不是去批评这个诊所的医生哈。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医疗的判断它不可能100%正确的啊。我们一起改动什么华佗神医啊，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新冠肺炎，不可能这样厉害。但是有没有检讨的空间？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啊。怎么样？那你到底他都跟你讲说我咳嗽了，然后你还让他进来，那进来之后他也跑去诊所，你说不用验，那这个个案的部分哈，刚刚这个说这个诊所要隔离医生这个补偿部分我都同意，但说你这个个案的判断，这个就是他们专家会讲说，那这个判断对不对？好，你当初检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哦？我给大家看2张照片哈，来，很抱歉哈，因为这是翻摄的，所以不是很清楚。这个是案32。是那个印尼的女看护，好，那我们那时候公布她的足迹地图嘛，对，啊，她去哪里呀？哪里哈？这个什么车站什么的，对，她上公车范围很大，对，范围很大。她上公车是有戴口罩，好，那这是我们公车司机，好，我们问蒋大哥也戴口罩，然后下车说，下车也戴口罩，好，有公布哈。那玉琴，因为这个是印尼的朋友哈，那我请问你，澳洲朋友他照片为什么不公布？他有说谎吗？他没说谎哦。印尼的朋友没有说谎哦。他说我去搭公车找朋友什么，我有戴口罩，他真的有戴啊。那澳洲朋友说我有戴，其实没戴，那你为什么不公布呢？我不是要去打脸这个澳洲朋友，我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处理疫情的部分，我们面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不同的状况，我们有没有一致的标准？以目前来看是没有。指挥中心之前有讲啦，说因为这个澳洲音乐家哈，他也不是真的在那边到处拍照哈，他是呢就是往返于饭店跟国家音乐厅之间啊，他多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往返的行程，所以就不公布啦。这个是指挥中心的说法。他有去酒店，有去bar。好，有去酒吧，好，所以这其实如果真的要查，也这个的哈。那我补充一下，这个刚刚玉琴提到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计较哈？因为埃及有好几个人确诊，对，然后外国媒体说，那为什么埃及这个确诊呢？是因为我们的富人跑去玩，好，那这个部长他们一定要解释，不要带给台湾，对，它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之前查到那病毒株是欧洲的啦。连意大利也啦，高安博官会不要带给台湾。那我请问大家，这个计较的动机是什么？他不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案例，好，案349这个变成是一个标签化，弄厉害啦，你是毒王毒后，你是超级传播者，他不希望有这样的印象。那我请问大家哈，之前扣印到这个深喉咙的这个浙江台商的爸爸，好，金马公 Q 王函送法办了。那这个爸爸的心情跟陈部长的心情是不是一样的？你不要把我儿子标签化嘛，你不要把我儿子弄成是白牌司机的传染源嘛。心情是一样的，那个心境是一样，所以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一个浙江台商的那个真的是白牌司机的感染了？是没有办法100%确定的。就跟这个一样，那这个反而还有病毒株可以比较。是好，因为我们那个浙江台商他已经好了。所以它验不到病毒，就验到抗体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希望大家不要对这些这个被隔离的朋友也好，或者那种标签化说，都是你害的，你是故意的。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嘛。澳洲的朋友他是来我们这边表演，然后他身体不舒服，他也没有故意说我咳给你们这个大家一起来中标，他没有那么坏。好，那印尼的看护他根本不知道。好，他去照顾我们的这个案27，然后他自己干，他根本不晓得你们给我拍照啊。你有没有叫我隔离？我当然到处跑。所以我们以后如果有更多这样案例的时候，不要去歧视人家说，弯刀老店多少几的，是弯刀对面几的上面的，那就会去攻击他。是好，其实很不公平。你看那个白牌司机，他往生之前，他到一个耳鼻喉科去看，那个诊所的医生很厉害，他讲你这就赶快，他建议他去转诊。他真的去转诊，可是后来还是不信了哈。是，可是后来这个建议他去转诊的这个医生，他跟他的诊所反而被攻击。反而被肉搜，反而被围剿，这个都是不对的。是，所以要怎么样能够去避免啊？要不然的话，这些第一线的这些小诊所，你说压力大不大？当然大啦，可能是不是都会被剑指、被肉搜、被起底等等等。但回过头来，刚才在讲，如果这个诊所它可以很快的把它筛检出来的话，那不就好了吗？可能2月27号这一天就可以查得出来啦，是不是因为检验量能不够嘛？如果检验量能够一点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把轻症都筛检出来，你就能够把它抓出来了。那现在你看，
是不是我们的检验量能要提高了呢？因为好消息是，中研院说，现在完成快筛检测，原本的4小时可以缩短为15分钟嘞。他们19天就把这样的成果做出来了。但是呢，要到3-4个月之后，才渴望量产，是不是这样？所以，那我来请教一下这个署长。署长，那你怎么看现在目前中研院所做的这个成果？很好，现在全球都在努力，用怎么样子能够更快的筛检、更便宜的筛检？对，很多的这个国家都在努力，而且很多国家都在努力说，是不是能够做出疫苗出来？因为看起来这个今年的秋冬，这个还会再来，这个很像这个流感。那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疫苗也好，试剂也好，是你要能够上市。能够要量产都要花一段时间，对。那你过了3-4个月，有可能这个已经是降下来了。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有努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算是没有新冠肺炎、新冠病毒，将来还有可能不知道有什么新的东西。是万物一物克一物，人类不能永远都是这个胜利者。是。别人也要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来让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生物科技，我们的研究机构提升它的这个能量。是，这是一个就算是用不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exercise， 就是一个练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值得大家骄傲的事情。确实是这样哈，但是你看是不是真的？现在台湾人的光荣感增加了呢？因为呢，连英国都有女记者对我们的防疫她感到安心，而且这个呢。将来可以变，假如我们走成功的话，这是很大的产业，可以让帮台湾赚很多钱。确实哦，这个世聪你等一下可以补充一下。不过我也请教你哈，刚刚在讲说，现在你看有一个英国卫报女记者，她都自己讲，她本来要来台湾采访的时候，她怕呀，因为她觉得这里好像是个疫区，不安全呐。但是现在呢？当他看到，卫福部长陈时中，他是可以自己天天出来在召开记者会的，他觉得安心，他觉得到处都有宣传，然后他甚至觉得说，我要回英国了，我反而感到害怕，我感到担心，因为现在看起来英国比台湾更不妙啊。对啊，现在200多例啊，我们现在273例啊，所以而且有3个人死亡，它整个数据当然是比台湾更加严重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呢，这个台湾在这次的防疫呢，让各国都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给大家看这张图，你可以看这张图里面来说的话，非常多的这个厂商都非常多的这个单位都对台湾真的是相当看好，包括你看《每日电讯报》说台湾是黄金的这个防疫，然后包括说像法国的这个《世界报》、捷克、日本啊，或者说南韩啊、美国啦，或者德国啊，你可以看大家都大力的赞扬台湾的防疫。那尤其是你很少看到说这么一个事件让台湾在国际上的媒体，包括说有非常多国家，包括说像这个加拿大，或者说甚至像很多国家都赞同让台湾加入 WHO。所以因为这样一个防疫的动作，让大家觉得说台湾真的在这一次被国际上看到，而且还有一个更厉害就是口罩，因为我看到这个今天一个消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今天就是说瑞士呢，因为他们不产口罩，对，所以瑞士呢，他们的口罩呢要跟这个德国订，对，就跟德国订的时候订了24万片口罩，就要运到这个瑞士境内的时候被德国扣下来，因为德国说这是我们现在禁止出口，不能够让这个瑞士拿走，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事实上，我们台湾这个今天会公布这个新的这个实名制嘛，新的这个网购的这个方式，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台湾这一次真的超前部署，我们包括说我们在2月6号。就已经宣布了，我们整个这个口罩的这个禁止出口，包括说像南韩，法国是3月3号才宣布，那像韩国是3月5号才宣布，那像这个泰国是3月7号才宣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都是处在一个超前部署的这个状况。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超前部署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也必须讲啦，我们台湾这一次超前部署，是因为我们有 SARS 的惨痛经验，因为我们太了解这个病情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说，我们如果真的平心而论，你说法国、意大利，或者说像这个日本或者这个韩国，他们的
医疗能量会比我们差吗？其实不会，但是主要因为他们当初没有经历过 SARS 的这个经验，而且台湾因为有 SARS 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SARS 那我们要用什么？用口罩。那口罩的话，我们也必须非常的恰好说什么？因为台湾刚好是全世界目前很少数还有口罩机器在生产的。目前大概全世界有生产机器的地方呢，除了台湾、中国大陆，还有韩国，其实就只有这几个国家。那我们只要能够，我们建国家队，因为我们很多工具机厂商也刚好在台湾，那我们也有那些原料业，所以我们如果政府反应的快的话，我们的确是可以很快的组建出国家队。我们也必须讲，这个不只是政府的力量，我觉得我们民间在这一次是发挥了更大的这个力量。好，那这是国家队的这个部分。那现在当然对欧洲那些国家来讲，我觉得他们为时已晚，因为目前他们要去组那种什么口罩国家队，像日本这几天就说了，我们是可以组啊，但是组了生产不出来啊，因为没有机台，然后也没有原料。那像韩国是有机台没有原料，对。那像德国的话，它有机台，但是它现在原料不够多，而且它的成本很高。那像美国现在川普拨了这个83亿美元进来，开始组建国家队，他现在面临这个 3M 公司啊，你给我快速的生产，问题是那个成本都相当高，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一次台湾的，我必须讲，一开始大家都说这个口罩是图利厂商，就是说要这个所谓的这个管制的时候是图利厂商，但是我必须讲，这一次其实受伤最惨的就是这些厂商，我必须为他们说一句话，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如果外销到国外去的话，动辄5、6倍、10倍，比比皆是。对，你现在去现在法国了，6片口罩可以飙到上千块欧元，所以我觉得对那些厂，他是可以大赚一笔的，他绝对可以大赚一笔欧元大赚一笔。但是因为他们现在被管制了之后呢，他们现在损失多大？我必须讲，第一个，因为现在我们是国家，我们现在国家队的这个机器是进到他们厂商里面去，有部分是在我们的工厂里面。那这个之后呢，这个机器呢就会给这些国家队的厂商。对，但是对这些国家队的厂商来说，它也是很大的风险的。现在大家当然都是一窝蜂想要口罩啊，对啊。但是万一过了1、2年之后，大家不要口罩的时候，这个反而变成是他的一个大负担。所以我才说了，这次我必须再讲，我们要感谢那些所有工具机的国家队。而且这几天不是有个模特儿她 po 了她老公的这个照片吗？对，那大家当然你就看到都是那些人都是上亿身价、10亿、20亿身价的老板在那边吃便当，对，然后自己去那边。我觉得这次我们当然政府的力量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民间的表现其实是证明了我们台湾的公民社会的这个价值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个状况。确实如此。好，休息一会，进广告，马上回来。如何防疫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大陆有一则新闻报道哦。那么在这个报道当中呢，他特别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呢这个病毒其实呢它还蛮厉害的。你如果是在搭公车，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的话，你就算是相隔1公尺、2公尺、3公尺，你可能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它上面写着，在密闭空调车厢，这个新冠病毒它可以传4、5公尺远呢，而且甚至这个病毒还可以存活30分钟。我们先来看看。公车业者加紧为车厢消毒，就为确保民众搭车安全。不过，大陆针对一起公车群聚感染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一名确诊病例先后搭乘了49人大巴士以及18人小巴出行，因为与车上乘客都未戴口罩，加上车厢内空气没有流通，结果总共造成了13人感染。而以这个案例的2趟公车传染证实，最远的受感染者与传染者相距4.5公尺。最特别的是，最后一名遭感染的乘客还是在传染者下车后30分钟后遭受感染，显示病毒可在密闭空间存活30分钟。气溶胶的传播只有在非常极端情况下，比如说满足3个条件：密闭空间、长时间在高浓度的病毒的暴露情况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秘密的车厢以及长时间与高密度都符合了气溶胶传播的极端条件。这项研究也更凸显出空气流通与口罩防护的重要。现在病毒进入人体都是通过我们的黏膜，也就是口、鼻、眼，主要是口鼻。所以在病毒进入人体的过程里面，做好对这些部位的重点防护就非常必要。专家再次提醒，人多空间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就能做好基本防护。民众不能大意，也不用对乘车太过担心。记者综合报道。
好，现在看到了这则报道，你如果再回想一下，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本来还说，其实就算你要去搭公车的话，也不一定需要戴口罩，可是现在看到了这样子一个报道之后，你真的会想，还好我有戴口罩啊。但是问题是，戴了口罩，你相隔可能1-2公尺，甚至3公尺都不够，怎么看啊，署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了哈，因为要气溶，第一个它基本上它不是空气传染，是喷膜传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接触的感染，接触就是你这个在车上，对，把手啦什么这些，你摸到了以后，你再去摸你的这个口鼻啊等等，所以那个气溶胶当然是会传染，但这个机会不大，会形成气溶胶要有一定的条件啊。所以呢，比方说在台北市的公车，这个站距非常的短，像今天，对，这个有阳光，每隔1分钟2分钟就一个站，那我就开车门，对，而且我们是前后都车门，对，所以有前门后门。像我今天坐北淡线从淡水湾，大概每1分钟1.5分钟就所有的车门都打开，又阳光普照，所以这个机会就非常非常小，你就可以忽略掉啊。所以长途巴士是个问题，长途巴士是这个长时间，然后这个人都固定在那里。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我们现在我看到的是车站我特别是捷运车站不断的在擦拭，那公车呢也是。每天它都有清洁，对。那么这个清洁很重要，就是用这个稀释的漂白水去擦拭所以偶尔我们闻到有一点漂白水的味道，这个是好的，这是表示有在消毒才会有那个味道嘛。所以这个我们做长途巴士，我们希望所有的长途巴士是第一个，我们现在有不少，比如说东部区要做长途巴士长途巴士希望他们每天都能够擦拭。第二个，他们通风要注意，当然最重要是要这个戴口罩，还有下了车赶快去洗手，不要把这个病毒带回家里。对，要不然的话，车子里面的话，扶手拉环一不小心可能都沾到了病毒。休息会，今晚告马上回来。